克苏鲁和拉莱耶，这两个晦涩难懂的词语困扰着我。我不懂它的含义，也不知道叔祖父为何如此执着于这场梦境的调查。直到后来，我从叔祖父的书稿中偶然翻阅到一份17年前的年会记录时，一切才有了答案。1908年间，美国考古协会在圣路易斯召开年会，叔祖父作为专家，自然而然也受邀出席了这场年会。年会上众多专家云集，大家都对一些过去考古所发现的神秘物件进行研究和发表观点。这其中有一位名叫莱格拉斯的警察巡官带来了一件神秘物品。这件物品是一件雕像，描绘的是一个头部类似章鱼，面部是无数触手的人形怪物，充满了恐怖和非自然的恶意，似乎属于某个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迥异的陌生时代。它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群中，一位叫做韦伯的考古学教授突然惊讶地高喊起来：天哪，我见过这个雕像，那是48年前的事儿了。我在格陵兰海岸遇到一群邪恶的因纽特人，他们崇拜某个至高的远古邪魔，所拜祭的物品和这个雕像几乎一模一样。这个教授的发言顿时将年会推向了高潮。就在大家以为这个雕像会牵扯出一些关于48年前的神秘事件时，莱格拉斯巡官却摇摇头表示，这个雕像并不是来自极北的格陵兰海岸，而是另有来处。这下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小小的雕像又会来自哪里呢？那是1907年11月1日，新奥尔良警方接到来自南部沼泽和泻湖区域的惊恐报案。报告表明，在当地的密林深处出现了一群可怕的邪教教徒，他们正在举行着可怕的祭祀仪式，而这些祭祀仪式的受害人很可能是当地失踪的女人和儿童们。为了一举捣毁这可怖的邪恶组织，他们坐上马车和汽车，出发前往幽深的密林。这片密林黝黑阴森，到处都充满着邪恶的气息。传闻中，这里面还栖息着无可名状的水螅状怪物，它有着白色的身体，散发的幽光的眼睛，以及让人做梦的能力。凡是见过它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而生有蝙蝠翅膀的恶魔会在午夜时分飞出地底洞窟，前来膜拜这怪物。总而言之，这密林就是当地人的禁地。莱格拉斯一行在黑暗中穿过沼泽，朝着红光和隐约的手鼓声前行着。疯狂的喊叫声、痛苦的惨叫声以及令人胆寒的吟诵声萦绕在耳。不太整齐的吠叫偶尔会停下来，许多个沙哑嗓音突然齐声吟诵。那段可怕的颂词就出现在此时。在拉莱耶塔的宫殿里，沉睡的科苏鲁在长眠。有一位容易兴奋的西班牙裔警察，甚至还声称他听见了巨齿山洞的隐约响动，还在最遥远的树木间看见了发光的眼睛和庞大如山的白色身躯。这时他们来到了一个树木稀疏的地方，祭典的场面赫然出现在眼前了。4名警察腿脚发软，1名警察当场昏倒，2名警察吓得疯狂尖叫。好在很快就被祭典的疯狂喧嚣淹没了。莱格拉斯用沼泽水泼醒昏倒的同伴，所有警察都站在原地，浑身颤抖着，在恐惧之下几乎无法动弹。只见沼泽中心的小岛上，有一群人正在跳跃扭摆，他们的丑恶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让人恐惧又癫狂。这些混血儿赤身地围着怪异的环形篝火扭动身体，嘶喊嚎叫。火焰的帷幕偶尔被风吹开，露出中央的一块花岗巨石，石块高约8英尺，
柄上放着那尊相比之下小得不协调的阴森雕像。小岛上以篝火环绕的巨岩为中心，一定的间距搭起了10个脚架。可怜的失踪定居者被倒挂在上面，尸体都遭到了奇异的损毁。这些脚架围成一圈，异教信徒们在里面跳跃怪叫着。警察义无反顾地冲向那群令人作呕的野蛮人。接下来5分钟的混乱和嘈杂委实难以形容，拳打脚踢，子弹横飞，暴徒落荒而逃。最后警察擒获了47名罪犯，巨岩顶端的雕像也被小心翼翼地取下，并被莱格拉斯亲自带回。众人抵达警局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审问。随着审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真相开始浮现了。按照犯人的说法，他们并没有参与祭典上的杀戮，杀人的是一种可怕的黑衣怪物，而他们所参拜的神灵则是一种叫做旧日支配者的伟大存在。警察所收缴的这尊雕像，镌刻的则是其中的一员大祭司克苏鲁。根据凡人的说辞，旧日支配者他们从天空来到年轻的世界，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他们后来远离世间，潜入地底和海洋深处，但遗留的躯体通过梦境向最初的人类述说了他们的秘密。至于文字，如今已经没有人能看懂那种古老的文字了，只留下一些宋词依然在口耳相传着。宋词含义如下：在永恒的宅邸拉莱耶中，长眠的克苏鲁后如入梦。犯人们一边回答警官的问题，一边显得神志不清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过去一直存在，未来将永远存在，隐藏于世界各地偏远地区和黑暗场所，等待大祭司克苏鲁从海底城市拉莱耶的黑暗宫殿苏醒，将地球重新置于其统治之下。总有一天，当群星来到整齐，他将发出呼叫，而神秘的教士可准备上前去解放他。随后无论再怎么追问，警方都没有问出任何前后一致的描述。为了将这个异教团体连根拔除，警方也只能将下手点放在了这尊谁也不识得的雕像上，这也是莱格拉斯巡官来此的最终目的。听完巡官的发言，韦伯教授更激动了，他颤抖地表示，沼泽的异教信徒在祭典上吟诵的内容竟然和那批因纽特人的祭文音节完全相同。相隔数千里的2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着如出一辙的异教徒呢？这些异教徒口中的旧日支配者难道真的存在吗？在场的人都给不出答案，于是这场会议也只能草草结束了，只留下这些被记录的只字片语，证明曾经有这么一件巧合而神秘的事情发生过。看完这里头所记述的资料，我才隐约意识到，原来那些诡异的梦境和雕像竟然和一种名为旧日支配者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更加确切地证明这旧日支配者的存在，我开始着眼于世界，并且搜集起有关于他一丝一毫的真相。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原来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或许旧日支配者很快就要苏醒了。好了，这节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3连支持一下，这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下一期讲克苏鲁的第3个故事，后面的故事将会越来越精彩，也会慢慢解开一个关于克苏鲁的事件。下周不见不散。